大家好，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2年10月12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10月11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220.94，收盘价是216.5，在盘中最高价是在225.75，最低价是在215。那在盘中，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幅值是达到了10个点。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依然是收在了各条均线值的下方。量，当日的成交量是7701.32万股，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1.13 倍，量增。KD 值开口不变，双线是继续下行。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下行的走势中。MACD 开口不变，双线下行。那在零轴下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略短的红柱。那这些信息都说明股价在继续空头的趋势。好，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。在10月11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上影线的中红 K 线，那它的特征是实体部分的涨幅在 2.5% 以上，留有上影线，但是上影线的长度不超过实体部分的高度。那这样一根 K 线，它的位置是在股价下跌的行进中。那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是跌破了前一日 K 线的最低，那这说明后续股价会继续下跌。那如果在接下来的一根 K 线，或者说接下来几个交易日的 K 线股价不再下跌而向上，并且呢，如果出现配有大量的一根 K 线，那并且收盘价如果超过这个含上影线的中红 K 线的最高，那么股价的行情呢可能会变成反转向上。好，这是 K 线信息的解读。那接下来我们来分析一下后续股价的走势。我们调出辅助线。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10月11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第一个可能是会出现反弹，收盘价在229。另外一个可能会出现下跌，收盘价在215。实际在10月11日收盘价是在216.5。那当日出现了下跌，并且呢，我们刚才已经说了，它的收盘价呢已经跌破了前一日 K 线的最低，也就是后续股价会继续下行。那么我们先来分析股价的下行。那对于10月12日股价下行，它的目标依然是要跌破，我们会看到这根2号趋势线。当然还有前低206。那目前我们会看到这个股价的收盘价已经非常接近2号趋势线了，也就是即将会跌破这条线。那接下来目标如果在10月12日跌破了这根趋势线，接下来的目标一定是206。那如果在跌破206，我们下方还有一条水平线。把图调整好。那下方还有一条水平线，就是182。那我们说在206这个水平线和182之间还有一个关口，就是200这个地方。200将是股价下行的一个重要关口。那也就是说，在这个位置200可能将会成为短暂的一个支撑。好，我们变一下颜色。2号趋势线呢，将会作为一个我们盘中的观察线，我们把它变成红色。然后
206这个水平线前低，我们把它变成观察线的颜色。好，这是股价的下行。那我们再来看看股价的止跌反弹。我们把图调整一下哈。股价止跌，我们关注这几个点位，一个是当日 K 线和这个2号趋势线的交点216，下方这有一个我们说200这个关口，在这个位置，当然还有这个206，我们说216、206和200这3个点位啊，都可能会使股价出现止跌反弹。对，比如说，例如我们说这个2号趋势线，在10月12日，接下来一个交易日，如果是一个高开盘，然后在盘中回踩2号趋势线，最后收一个小的十字线，那日后呢，有可能再继续反弹，或者说是再下跌，也就是在这个点位呢，比如说会成为一个止跌。那再例如在下方的206，然后呢，对，如果跌破了这个2号趋势线，在216到206之间呢，很可能会出现一根含长长下影线的一个止跌的 K 线，然后呢，在日后再去选择方向。所以我们认为啊，在216、206和下方的200这个关口啊，都会成为一个止跌反弹的点位。好，那我们再说，如果股价一旦出现了止跌反弹，我们看看反弹的目标。对于10月12日来说，反弹的目标就是要站上5日均线值。那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，我们测算是在222到在这个位置到224之间。我们下移这条水平线，对，到224是5日均线值的上限。对，这是股价反弹的第一个目标。那接下来的目标就是前一日 K 线的最高是在225.75。我们刚才从 K 线信息解读说，在日后如果说生成的 K 线收盘价能够站上这个含上影线的中红 K 线的最高，在这个位置，那么股价呢有可能会出现反转向上的这么一个行情。对，好，那如果股价出现反转向上呢，那接下来向上反弹的目标一定是突破这个头低的这个下行趋势线。好，那我们总结一下，对于10月12日，我们在盘中要关注216，也就是这个2号趋势线和当日 K 线的交点。那如果说在盘中股价在216上方运行呢，那它可能会测试上方的224。如果股价在盘中是在216的下方运行呢，那股价将会对，下方会测试这个206的前低。那如果说在近期啊，股价既不向上突破，也不向下跌破呢，股价会在224到206之间进行横盘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10月12日当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首先说压力位，就是我们说5日均线值是在222到224，然后呢还有前高225.75，所以我们把它合并，第一个压力区间是从222一直到225.75。那在上方的压力呢，就是这个缺口是234到235。第三个压力呢
是这个当日的 K 线和这趋势线的交点，那它也涵盖了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，我们把它合并测算是在237到239之间，对，这是第3个压力区间。好，那我们再来看看下方的支撑，当然首先到来的就是前低215和当日 K 线和这个2号趋势线的交点，第一个支撑是在215到216之间，然后接下来是前低206，我们也给个区间，因为前低还有一个208，所以第2个支撑是206到208。接下来第3个支撑，我们说200这个位置是一个关口，我们给出第3个支撑是200，再向下当然是这个182这条水平线。那182呢，我们也可以回顾一下，它是2号趋势线的第一个底，对，好，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啊，我们给出10月12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那第一个可能呢，我们预测股价会出现止跌。如果出现止跌呢，它有可能是一个低开盘，然后股价最低会到达211，在这个位置，然后在盘中股价最高会到达220，收盘会收在219附近，在这个位置，这是第一个可能止跌。那第2个可能呢，股价有可能会继续下跌。如果是继续下跌，它也将是一个低开盘，然后在盘中股价最高会到达218，最低会在209附近，然后收盘会收在211附近。好，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10月12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，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。